流了很多血。哇，这鲜血直流的。为了拍摄越南最美的地方，我从越南下龙市回中国，取了无人机并重返这里，想要记录下巨龙从天而降，撞击海面，形成了1969座岛屿。它就是越南最举世闻名的下龙湾。虽然流血了，但是下龙湾带给我的惊喜，让我觉得这一切值了。欢迎收看阿树闯越南第16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树。昨天晚上我订了一个下龙湾一日游啊，是一个5星的豪华游轮，可以说是下龙湾一日游里面最豪华的。我们来看一下396元的一个下龙湾一日游有怎样一个体验。我现在在等车，车很快来了。这是河内的一个地标，很快将消失了，它也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啊。河内市中心黄建湖边。就是这一辆车。在河内升龙皇城那期影片中，我们聊到河内有8个世界遗产，其中之一就有我们现在出发前往的越南广宁省的下龙湾。它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在2000年的时候呢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下龙湾的世界遗产地位进行了扩展。到了2023年，遗产范围再次扩大，纳入了邻近的海防市吉婆群岛，使其成为越南首个跨省的世界自然遗产。巴士开了有接近半个小时了哈，一直在市区里面像缓缓的挪步，像是被摩托车大军裹挟着，一点一点的往前挪动。Welcome to Hanoi Station， 这是河内火车站啊，第一次见。过了大概4多分钟吧，这个车终于开动起来了。导游发了一瓶水。汽车现在行驶的是龙边桥，它是法国殖民时期建造的重要地标，见证了河内的历史。它横跨红河之上，红河在很久以前阿树的视频就有提到，它发源于中国云南省南部的沅江，所以在中国境内称为沅江或红河，全长约1149公里，其中在越南境内约510公里。红河最终注入北部湾，在越南形成了红河三角洲。红河流域是越南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。河内作为首都，地处红河中游，自古就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河内名字河内意为河之内，即被河流环绕之意。红河将河内分为2岸，西岸是传统老城区，如黄建湖附近；东岸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城区，如龙边区。现在早上的10点钟左右啊，司机要休息25分钟啊。我们在里面呢可以喝咖啡、上卫生间。里面有一些越南的手工纪念品，帽子，越南帽，这里可以喝咖啡，还能吃一些早餐，包子、馒头、越南面包，这边有一些壁纸、壁画，还有碗等等。
just stay on the bottom, or you can go swimming on the beach. And after swimming, you can take a shower with the fresh water on the island too. 现在到了下龙市的一个岛上啊，准备从这里登船。岛上散落着一些村落，还有一些水牛、田野。And one more thing, because one day there are about 1,000 cruise. 11:52来到了下龙湾，准备从这里登船啊。即从河内开车开了约3个多小时吧。在这里哇，好多的欧美游客啊，就是有很多的游轮在海湾边停着。因为它下龙湾它是一个世界遗产，所以呢是不允许带塑料瓶进去的，所以我们的水都是留在巴士上啊。到了岛上呢再买水。我们感受一下5星级豪华游轮的一个服务啊，据说有漂亮的越南女孩表演。哇，今天天气挺好的，比我第一次来下龙湾的时候好。那时候的话，这个云雾笼罩的，这些海上的喀斯特小山丘都看不清晰。因为这里的旅游团特别多，所以紧跟导游很重要，不然等一下丢了就麻烦了。Thank you， 给我一个毛巾。Okay, so come here. So you just 2 tables. 1 table 6 people, 1 table 7 people. Mr. Chilu, Miss Chilu, Miss Kachina and Brandon. So follow me, come here. Kachina. Ija. Share the table in 12:02，船开动了。Welcome to Halong Bay。我感觉主要很多是这种南亚的游客，还有欧美的游客，像日韩的跟中国的极少极少。就这一个轮渡来说，好像我是唯一的中国人。每个食物上面都有越南语跟英语。
船开动了，现在就开去第一个岛啊。西餐跟越南餐的一个风味，就拿了这些啊，基本先试一下这个春卷。芝士生蚝吗？还是咖喱生蚝？Su tu là. Right. And you one cup là yes. 有青红椒青菠萝，这个像鱼饼。桌上有一瓶这个酒，素的越南春卷，里面是红萝卜丝。这个是南瓜汤。相信你和我一样，在没有来到下龙湾之前呢，也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它的图片，因为它太有名了。下龙湾的面积超过1500平方公里，约有1969座岛屿。这上千座岛屿像龙一样盘踞在海上。其实与越南相邻的中国云南、广西亦分布着大量的这种喀斯特石灰岩地貌。除了这里秀美的海景，下龙湾值得一提的还有这里的海上洞穴，如天堂洞、金亚洞，其中我们后面会去到。下龙湾在越南语中意为下降的龙湾，传说巨龙为了保卫国家从天而降，撞击海面，形成众多岛屿。这里曾是越南古代民族避难和捕鱼之地，也在越南战争期间具有战略意义。哇，我刚才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人在井中移的感觉，很漂亮，跟桂林的山水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哇，这体验太棒了！我看过桂林的这个喀斯特面包山，看过重左的，跟这里的下龙湾的感觉不一样，感觉是就不断的在这些山啊水之间穿行啊。寻幽觅胜的感觉，好像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大的风景在等着我们。啊，今天天气太好了。昨天我们看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，但是我觉得哪里能等到好的天气呢？我们只能顺势而为啊。这个轮船有3层啊，刚才用餐在1层，然后现在是在这个甲板的2层。现在我们到3层看一下。刚才吃那个自助餐虽然挺好吃的，但是我就有点囫囵吞枣的，因为我想快点吃完，我要出来拍风景。这风景才是下龙湾的一个绝对的主角。这里就是3层的甲板啊。能上来的人都是吃得很快的人，因为很多人还在吃。哇，这跟泛舟在漓江上看两岸的桂林山水感觉不一样。这里有个泳池啊，哇，太美了，这个相机都不想停啊。这个天气也很给力啊。这些纹理呢，跟广西的那个喀斯特面包山的纹理是一样的，只是它散落在一片广袤的海域里面啊，而且错落有致的。在越南的5星豪华游轮上看世界遗产下龙湾，哇，千帆竞发的感觉啊！然后人在船头那种意气风发之感。年轻时候看风景，跟你退休了以后看风景，
心境可能不一样吧。我看那边推车一族在载歌载舞啊，在甲板上，那个应该就是4星的一个游轮啊，它便宜大概$10吧。The blood, I take the draw， 因为这个风太大了，然后这个我抓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它就，哇，这鲜血直流的。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无人机拍摄，因为它这个风太大了。就是无人机在空中，你不操作它，它都会飞速的。所以刚才我没有它这个无人机，我固定在一个地方，在船往前开的时候，然后它就哗就飞过来，我就抓住它。如果我抓不住的话，就撞到那个电线杆上了，然后就炸机了。刚才起飞的时候也是非常危险，我一起飞它就被风往后吹，就差点撞到电线杆的时候，我再也不在这个船上拍摄了，因为那船是移动的，风特别大。怎么？流了很多血，破了，应该是被那个螺旋桨给切破的。无人机上也是血。今天天气不能说完美吧，但是能达到这个程度已经知足了。来的时候还下了这个很强的阵雨啊，下了几分钟就停了。如果你坐在3层甲板上的那种风高气爽的感觉哈，你感觉跟这些巍峨的山丘啊，能够以一个更好的视角去观赏它们。玩无人机也有6、7年了，第一次被割破手，因为第一次抓无人机是在它急飞的过程中把它抓下来的，以前都是它暂停的状态下把它抓下来，这一次因为风太大了，没法让它悬空不动，所以它就以一个高速的速度跟我相冲的过程中，我把它抓下来的，还挺危险的，想想。欧美人还是很会享受生活的，他们上来的话，手机放一边，然后呢，静静的去享受此刻的这种风和日丽啊。这样我就手忙脚乱，吃饭也着急，然后拍摄也是着急，因为很想多留下一点影像。毕竟可能这一次来以后会不会有第2次就不知道了，也许就是人生最后一次来。哇！
感觉人们在甲板上还是悠闲自得的，因为今天纵然是没有太阳，但换了一个很凉爽的、不被太阳晒的、这个微风凉习的一个舒适的时候。出太阳的话，甲板上可能还没那么多人啊。感觉这个穿过2座山，然后又来到另一片。说来挺巧的，我的自媒体之路第一站呢就是柳州以后紧接着去桂林了，所以那时候也算跟桂林山水还很有缘分啊。这一次来到海上桂林。如果你喜欢看山、看水、看丰富的民俗风情，我推荐你看一下排于2年前的这一集普者黑。这一个相对小众的旅行目的地，不太为人所知，但却拥有令人惊艳的自然风光。现在马上到第一个停靠点了，我们要从3层甲板下到1层甲板，有2个选项，一个是游泳，一个是爬山，我选了爬山。这就下到1楼了。哦，这个午餐已经全部收完了。1点23分到达第一个停靠点。OK。这个岛叫什么岛？越南语不知道怎么称呼啊。You do hiking or swimming? Okay. So go straight and then turn right for hiking. 在1962年，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与苏联宇航员季托夫共同访问此岛。为纪念2国友谊，胡志明主席将其命名为 TikTok Island。岛屿总面积约为3.7公顷，虽然面积不大，却是下龙湾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。叫 TikTok 岛啊 ，TikTok Island， 第一个停靠点。这阶梯挺陡的，而且2边没有护栏，还是多小心为好。山脚下就是沙滩海岸。哎呀 ，TikTok Island， 好久没爬山了，还挺累的。到高一点了，就有这些绳子可以攀爬了。这就爬升91.6米了，到了一个小平台，小平台可以看风景。Beautiful。这棵是什么树 ？No fire。这山只是看着不高啊，但是也爬了好一段时间了哈，阶梯挺陡的，有一些陡到都要手脚并用的。如果你有看我前面影片，会知道我第一次来河内待了6、7天，然后又回广西了，回中国了，就为了拿无人机啊。这一次回到河内，第一时间就来下龙湾了，所以这个无人机拿的值得。虽然往返花费了好多些时间，一去一回，光路上的时间就2天了。从最高点看这一片下龙湾，这个小石山、面包山，像是
一颗一颗绿色的，点缀在一张墨绿色的毯子上。这个亭子是一块风水宝地啊，4个角度都有景各不同。这相机还遗留了一些血迹。1:50下山，那刚才爬上来估计是12分钟左右。大家如果觉得这样爬山看水漂亮的话呢，推荐你也可以看一下云南抚仙湖爬陆冲山啊，也是很漂亮的。一边爬山，然后背后就是非常碧绿清澈的抚仙湖，很秀美。这有2个小平台，在平台上也可以观景拍照。哇，沙滩比基尼，沙滩排球，这白人主打就是一个放松啊，可以不爬山，但是到了沙滩，铺一张毯子，躺在上面日光浴，很惬意。嵌在山洞里面的小商铺，出了一身的汗，来瓶果汁爽爽一下。这些半露天的小卖部挺别致啊，镶嵌在这个半山洞里面。菠萝蜜，买了一杯柠檬茶，3万越南盾，9块钱。干杯！这就像国内的那个冰红茶的口味啊。14点13分重新上床。下龙湾 T-Top 岛是下龙湾一日游里3个游览观光点之一，剩下2个游览点的内容。它们分别是更秀美的水上溶洞和更幽深的山中岩洞。我将于下龙湾下集和你分享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，支持我和你分享更多内容。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